为什么各大平台都想借钱给你呢？有粉丝私信老黑啊，自己打开各种 APP， 打车的、购物的、社交的、旅行的，甚至就连玩游戏的 APP 里都有借钱的功能和广告。以前的互联网啊，想方设法让你花钱，但是现在的互联网啊，是生怕你没钱用，非要给你送钱。为啥变成这样了呢？今天老黑就来给大家揭秘一下平台借钱的谜。这是老黑随便点开几个 APP 的借钱功能，随便就能给你几万甚至几十万的额度，同时还告诉你日息低、秒到账，还不用担心有人追债。而在互联网排名前20的 APP 中啊，有14个 APP 啊都是能大额借款的，甚至还有专门的借贷平台。很多人可能想到了，这些 APP 背后都是些有钱的资本大佬，他们可不是钱多的没地儿花，而是为了从你身上赚到更多的钱。简单来说啊，3个字：钱生钱。通常情况下，在各大 APP 上借钱有2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消费贷，这是很好理解，你能借到多少钱，但只能用来买自定的物品，而这些商品背后的受益人啊，就是借钱给你的资本家。你用他们的钱买他们的商品，还钱的时候还要多给他们一笔利息，借1分钱出去啊，他们能赚2分利润，而你就这样成了他们爱割的韭菜。那么第2种是什么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别找中国人借钱，他们兜比脸还干净。有外国人曾说过这样的话，虽然兜里没钱，但是手机各大 APP 里的钱多到你不敢相信，随便都能从各种 APP 里借到几万、10几万。除了借消费贷以外，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现金贷。现金贷啊，比消费贷更有诱惑力，不仅能借到现金，还能自由的使用，让你体验到财富自由的快乐，享受到以前承担不起的东西，不管买什么都能够无痛付款。一旦尝到这种超前消费的甜头，你借的钱就会越来越多。等你到时候还钱，你就会发现利息低什么的都是骗你的，你除了要还本金，还要还大额的利息。去年央视曾报告了一份最新的贷款年利率不能高于36%，高于这个数值是高利，但很多平台的借钱利率远超于36%，这些利息会给你带来更大的负担。如果你是在不正规的平台借的钱，那么你就会收到恶性的催债，各种夺命连环 call 骚扰你也骚扰你的家人，你为了还上钱又去了另外一个 APP 借钱，而这些钱最后又流回了资本家的手里。如果你向正规平台借了钱你不会收到特别严重的骚扰，但会被列为失信人员，买不了高消费产品，坐不了高铁飞机，而这些平台和资本家他们受不到一点损失。那么这些平台真的没人治得了了吗？还真不是。一个人带领全村500人借网贷，搞垮了全国1半的借贷平台这是发生在我国的一个真人真事福建某村庄有个叫张宇的90后大学生，去到城市读大学之后发现自己跟同学之间存在很大的贫富差异，在虚荣心作祟下，张宇借了一笔网贷，开始了吃喝玩乐之路。但很快网贷越借越多，根本还不起。追债的人还找到了张宇的大学堵他，被吓坏的张宇逃回了老家避难。回到了老家后张宇还继续装阔，用网贷的钱又买车又装修村民们很好奇一个大学生哪儿来的钱呢？于是张宇将网贷的钱告诉了乡亲们。没想到村民们一点都不觉得张宇借钱不还这是件坏事，还让张宇教他们怎么借贷。于是张宇在手机上下载了59个网贷 APP， 帮村民们弄了假身份证，500多个人跟上千家网贷平台借了钱，而且还都不还。当那些要债的人找上了门的时候，全村一起拿着锄头、铁铲把要债的人赶跑，有催债人员还被村民扣押，吓得再也没有人敢来要债了。而那些要不到债的公司因为平台入不敷出最后只能宣布倒闭。这件事在网上曝光之后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大家都认为这帮村民好好的整治了借贷平台，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借钱不还的行为是违法的，还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大家千万别学，同时平时也要学会理性消费，珍爱生命，远离网贷。我是老黑，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由我来告诉你。欢迎评论区私信轰炸，咱们下期再见。